我妈是哭丧女，和一般哭丧女不一样的是，我妈只哭鬼不哭人。外婆说，妈妈有鬼命，一哭便惹得鬼心疼，所以求啥有啥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她只哭过2次。第一次哭，我奶的癌症莫名痊愈了；第二次哭，就是在她死的那一天。我妈死了，死在我爸结婚的那天夜里。被人发现时，她的眼睛已经瞎了，嘴唇周边起了一圈燎泡，似乎是吞吃了什么极烫的东西。她的手臂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牙印，借着咬出来的血，将身上的白裙染出了深浅不一的红。造孽呀！哪天死不好，非得挑我儿子大喜的日子死。我奶哭天喊地的捶打着我妈的尸体，恨不得让她活过来说个清楚。我也不耐烦的一把推开她，行了，人死为大，你也对人尊重点。别忘了，你的命是谁救的？谁救的？医院救的。我可是花了几十万呢。我奶还是不服，你不要那么封建迷信，这丧门星哪有这么玄乎？什么哭鬼，我可不信。我看着我奶这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心底发寒。当初我奶可没有这么嚣张。她拉着我妈的手，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，说自己不想死，求我妈救救她。我妈是个心善的，不顾自己6个月的身孕，回家就把自己锁在屋里，说自己要哭鬼。也就是那天，她告诉我她是哭丧女，只哭鬼不哭人，而她哭的那个鬼则是她的亲生母亲。我是官生女，他们说我妈怨气大，是个顶顶厉害的鬼，我求啥就能有啥。我一开始不信，可是3天后，我妈一脸憔悴地打开门，对我说成了。这一天我奶好了，我妈却因为心神耗费太多，不仅没保住孩子，就连身子也坏了。落下来的孩子是我奶心心念念的大孙子。因为这，我奶出院后对我妈一直意见颇多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我奶的心里是这样看我妈的。我妈死之前哭了，淡淡的一句话，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下来。我奶喋喋不休的话憋在嗓子里，像是一个被人掐住脖子的鸡，脸色青了白，白了青。正在此刻，楼上忽然传来一声尖叫。很快，我爸就屁滚尿流地从楼上跑了下来，拉着我奶的袖子，妈，玉娟咋在楼上呢？玉娟是我妈的本名。我和芳儿刚洗好澡，一拉开门就看到她站我门口，吓死我了。我爸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，见我们没人搭腔，只齐齐地盯着一个地方，顺着我们的目光看过去。妈呀！我爸这次彻底是吓着了，抱着我奶的大腿，哭得跟死了娘一样。我爷也被这一出弄得有点愣，他捏了捏眉心，看向我，你妈走之前真哭了？我点了点头，不可能。她又瞎又哑，根本哭不出来。我爸下意识反驳，这话一说完，他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。我奶对外说，我妈是眼睛得病要死了，可从来没说我妈喉咙还有问题啊。事到如今，谁都知道我妈的死有问题了，可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他走到我妈面前看了片刻，脸上还残留着点没擦掉的血迹。他也算是有点见识的，不然当初也不会硬扛着压力让我爸娶了我妈。鬼子气，鬼母怒，鬼子惨死，鬼母必要来报复的。那咋办啊？芳儿还在楼上呢，她肚子里可有我们老秦家的孙子。我清楚地看到我爷脑袋上青筋动了动，显然这时候他也被我爸整得无语了。但没法子，他就我爸这一根独苗苗，真要打骂也舍不得。他的目光从我爸身上落到我身上，最后一把扯起了我，你跟我一起上楼。我正握着我妈的手，这一扯直接带得我妈身子歪了歪，因为这一歪，眼窝里没干涸的血顺着侧脸滑下来，更像是哭了。我爷脸色越加难看，吩咐我奶处理干净，就带着我上了楼。2楼很干净，没有一点动静。新房的门半开着，里面隐隐绰绰的能看到红色的影子。你去里面把你芳芳阿姨带下来。我也不敢进去，将我往里面推着。你芳芳阿姨肚子里有你弟弟，你要是带不出来，未来几年的学费你就自己想法子去吧。这话算是打中了我的7寸。上大学是我唯一能摆脱这个家的机会。我还没有成年，也没法去打工。万一我也真狠心不让我去，那我不得一辈子被拘在这小地方，过着一眼看到头的日子。可我还是没动，我希望我妈能亲手报仇。快点进去，你妈要是真的犯了杀孽，往后受罪的日子长着呢。她那么疼你，你也不想她做鬼了，还得18层地狱转一圈吧？我没法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推开房门。屋里很安静，灯大开着，一点也没有鬼片中一闪一闪的诡异感。我一眼就看到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的芳芳阿姨，她的肚子高高隆起，红衣女人伸出纤细修长的手，正一下下的在她的肚皮上弹按着。见到我，芳芳阿姨眼里流露出哀求的神色。阿姨，爷让我带你下去。坐在床边的红衣女人听到我的话，身子没有动，脑袋却慢慢的转了180度。她的眼眶黑乎乎的一团，见到我，2行血泪就流了下来。她张着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灯猛然按了下去，我感觉自己被什么扯了一下，不受控制的倒在地上。下一刻，一股子血腥气从我头顶掠过。芳芳阿姨的尖叫和我爷推门的动作同时响起。啪！灯被我也打开，屋子里已经没有那个红衣女人了，除了我身后墙上巨大的血手印，整个屋子干净的可怕。
出了这样的事，芳芳阿姨和我爸说什么也不愿意住在老家了。玉娟本来就邪乎，万一来找我们报仇怎么办？我们就去芳儿家住2天，等你们处理好了再回来成不成？新婚当天，新郎带着新娘子躲回娘家，这事我也要是答应了，以后在村子就别想抬头了。我奶急了，又是许诺给买车，又是将今天的礼钱都拿出来，好说歹说，才让2个人留在了家里。芳芳阿姨拿了钱，似乎起了点善心，让我奶抓紧把我妈埋了，让她入土为安。我奶连连点头，一口答应下来。只要人入了土，那就不可能再翻出什么花样了。芳芳阿姨的意思，我们一屋子都听懂了，这是让我妈按大凶的规矩下葬。想要镇压大凶，一般就是练出来凶物，再用官封印，让凶物出不来，最后自相残杀。我长这么大，还一次没见过，只在老一辈的嘴中听说过一次。我不愿意，可我也和我奶已经答应下来了。你们先去屋里歇着，明天我就请人去办。我们家是自建楼房，上下2层，楼上是我爸的新房，现在也没有人敢住。我爸他们去住了我爷的房间，我爷和我奶则住了我的房间，让我和我妈挤一挤。正好明天要给你妈办事，你就辛苦下，好好给你妈擦洗擦洗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有了法子对付我妈，我奶又恢复了之前趾高气扬的模样。我沉默地点着头，按照我奶的吩咐，去卫生间打水给我妈清洗换衣服。她其实长得很好看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鬼宠爱的原因，明明快40的人了，看起来还是和20多岁的小姑娘一样。我爸当年嫌弃我外婆是哭丧女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娶我妈，后来见了我妈一面之后，惊为天人，催着我奶把人娶了回来。刚开始他们也是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生活，可是男人总是不知道满足的。在我妈里里外外的操持下，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可我爸也越来越向往外面的世界了。他想去外面看看，一看2看就和芳芳阿姨看对了眼。我奶一开始是不同意的，倒不是因为愧对我妈，而是觉得芳芳阿姨不干净。直到我也测了一卦，卦象显示我爸原本无子的命格中多了一子。打听之后才知道芳芳阿姨怀孕了，因为这芳芳阿姨成了我奶的心头肉。后来为了给孩子上户口，更是直接对我妈下了死手。我奶嘴上老是说着我妈封建迷信，可亲身体会过之后，她对我妈就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敬畏。怕我妈知道后去哭鬼，干脆让我也把我带出去走亲戚，自己则是联合我爸直接用石灰烧瞎了我妈的眼睛，又用炭烫坏了她的喉咙。哭鬼要穿红衣，我奶就将家里所有的红色布料都拿去烧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已经因为炎症病入膏肓了。我想报警，被我妈拦住了。她扯住我的手，在我手心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上大学3个字。她知道我想考政法大学，在没出事前，她就经常对人说我要去当官。她不知道法官和官是不同的，只记得别人随口提了一句政审会影响入职，就说什么都不愿意让我去报警。我命贱，我妮儿命好，要当官呢。她诓我去给她拿饭的时候，还在我手心上写着这句话。可等我回来，就已经天人两隔了。她想着她死了，我爸就不是重婚，就不会影响我的未来了。可她不知道，这一家都是畜生，她死了都不想放过他。出门倒水的时候，我也还在那边打着电话，要一条活蛇，活的蜈蚣，价格无所谓，要凶的，越阴越好。我那个钱儿洗死了，怨我儿娶亲，当初闹得不行，你可别给我整那些假东西来糊弄我。行，现成的最好，明天就能给我送过来。见到我也轻飘飘看了我一眼，挂了电话，让我进屋。我奶正坐在床上生闷气，看到我进来，不情不愿地拿出用红纸包裹的几万块钱递过来。这是你的生活费。我也将钱塞到我手里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的孙女，我也不会太厚此薄彼的。拿了这个钱，以后就好好上学，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不敢相信我也能这么好，就这么轻易地放我走了。他看出我的疑问，脸上的笑更深了。就是你走之前还得帮我们做个事。你妈死的凶，也邪乎，一般的大凶镇不住她，得用点手段。我握紧怀里的钱，劣质的红纸将我整个手掌都染得通红。我干涩地问道，什么意思？我想了想，你妈得分2节下葬，这脑袋和身子分开埋，一处安排一个凶物镇着，这才能压制住。你想把我妈分尸？我不受控制地喊出来，双手止不住颤抖，看着面前2个人的脸，恨不得将他们活剐了。我奶见着我这样也生气了，她将钱一把捞了回去，塞给我一把斧头，喊什么喊？万一吓到你阿姨怎么办？这活你要是干了，我再给你加2万。你要是不干，我就自己来，这钱你也别想要了。说到这儿，我奶忽然停了一下，嘴角扯开个诡异的笑。但话我先跟你说好，我年纪大了，手脚不好，万一多砍几刀，可别怪我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屋子，看着床上躺着的女人，我知道自己得逃。我没有手机，也没有钱，想来想去，只能先去我外婆家。外婆是我妈的养母，她说我亲外婆活着的时候对她有恩，所以才收养了我妈。现在我无处可去，也只能先去找她了。等到深夜，所有的灯都关了，我也和我爸的呼噜声都响了起来。
我颤抖着拿出准备好的绳子，将我妈捆在我的背上。身体已经有些僵硬了，好在我妈很轻，我还能背住。妈，咱们回家。我蹑手蹑脚地出了院门，就往我外婆家跑。一路上，一道红色身影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。我妈的头发在我身后擦过，我也不觉得害怕或累，只觉得一股无穷无尽的勇气在支持着我。两家相隔20-30公里，我从深夜一直走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外婆家。现在才5点，外婆家已经亮了灯。刚想叩门，发现门没有锁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现在我心头。我轻轻推开门，只见到一双随风晃荡的小脚。外婆自杀了。接连的事情让我头脑发昏，失去了意识。等到再次醒来时，屋内外已经挂起了白布，屋里摆放着3个棺材，我奶正拿着一个被红布包裹的球状物放进其中一个棺材。我惨叫一声，就想扑过去，却被周围的人摁住。黎妮儿，听话，你奶这是为你好呢。你妈和你外婆同时没了，万一处理不好成个母子煞，咱们全村都得遭殃呢。就是你婆和你妈都是外地人，在这儿也没个亲戚朋友，现在白事都是你爸那边一手操办的，你可得懂点事啊。见过没见过的亲戚七嘴八舌地劝说着我，我疯狂地想往下面冲，却摆脱不了这些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爷将2个动来动去的袋子丢进棺材。盖棺，我也把东西一放下去，几个打扮奇怪的小童就赶忙将盖子合上，紧接着又换了几个小童拿着几根木钉钉在棺材上，一个棺材9根，3个棺材27根，直到这27根全部钉实在了，周围的人才松开我。我跪在我妈的棺材前，不知道痛得往自己脸上扇巴掌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不该晕倒，不该带你来这儿，我就应该直接带你去报案的。都怪我呀，妈，你带我走吧，都怪我让你受罪了呀。好啊，你还想报警？我奶扯着我的头发，拖拽着我，嘴里不停地咒骂着，我供你们娘俩吃，供你们娘俩穿，连个大胖孙子都没给我生下来，现在还想着报警，你给我去死吧。我也和一个道士站在门口，冷漠地看着屋内的闹剧，显然也是对我的做法不满。混乱中，不知道多少巴掌和口水落到我脸上。正当我以为自己会被打死的时候，一声尖叫响起，棺材动了，棺材动了。众人回过头去，果然看到靠边的棺材里面发出咚咚咚的声响。随着动静越来越大，棺材隐隐约约地晃动起来。我乃下意识松开了我的手，看着窝趴在上面的黑猫，连连后退。这是哪儿来的猫？道士上前想要赶走猫，但无论怎么驱赶，猫始终在棺材上不下去。鬼煞欲邪祟，这棺今天就得下葬，这2个都是横死，再停下去会出事的。道士回头，惶惶然地看着我爷，师兄，怎么办？道士的这句师兄让我愣住了。在家里这么些年，除了之前我也起的那一卦，我还不知道他会这些。不行，这关必须停够3天，少1天都会出事的。我爷脸色难看，去找公鸡血和黑狗血，连浇3天，我就不信他还能生事。不许浇！我抱着棺材，对着众人哭，求你们了，我不报警了，别这样对我妈，求你们了。我以前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但自从我亲眼看到我妈哭鬼，然后我奶就痊愈了之后，我就知道世界上总有些不可言说的东西。想到昨晚跟在我身后的红衣，我心里酸涩的不行，把他拉开，关起来。可是事关整个村子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。我被拉到外婆家的柴房锁了起来。刚开始我还有力气哭喊求饶，直到夜幕沉沉，我也彻底没力气了，只能呆呆地看着房门。喵呜，一个馒头砸到我身上。白日里那只黑猫站在巴掌大的窗口看着我，见我捡起馒头吃了，又扭头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半只烧鸡，一个橘子，几块蜜3刀。我也不知道它那么小的身子是怎么一趟趟的带来这么多东西的。最后一趟，它跳了下来，凑到我身边蹭着我。你是我妈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问出来这个话，但是猫却受了惊一样猛地跳起来，左右瞅着，仿佛怕被人听到一样。那是我外婆。我继续问。猫更是一连退了好几步，身上的毛都炸起，冲着喵喵一顿骂，好像我在说什么害人的话一样。它灵巧地爬上墙，顺着小窗户窜走，接下来的一整晚都再也没来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听到了狗叫和公鸡叫。想到昨日爷爷的话，我用力地拍着门板，奶，你忘了当初你要死的时候是谁救了你吗？你这样做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就报应到我身上，为了我大孙子，我什么也不怕。我奶声音一如既往的洪亮，随着斧头落下的声音，叫声没有了。起锅熬血，透过柴房的门缝，我看见我也将几碗血倒入了锅中，然后撒了朱砂和一捧香灰。等到12点，就把这血泼在棺材上。我让他活的时候哭不了，死了之后也无处告状。他说这话时，脸上的凶狠让小童都吓了一跳。不知道是不是法子奏效了，接下来的2天，那只黑猫都没有出现。直到第3天清晨，他才又一次给我叼来吃食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还多了一瓶奶。奶瓶子被咬出来2个洞，到我手里时，洒的只剩下半瓶。猫趴在我腿上，一下下的舔着自己湿漉漉的毛发。今天就是第3天了，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样了。
我看着馒头，喃喃地说着。猫发出一声似笑非笑的音调，舔干净身上的毛之后，就顺着窗户走了。中午时分，整个院子开始乱了起来。我趴在门缝上，看着人将棺材抬到院子里，开始捆绳。那只黑猫还在，只是它趴的位置被垫上了一块纸板，怪不得它每次出现都是干干净净的。临行前再泼一起。我也对着道士说道，这是我第一次见着他们泼棺材的样子。黑猫在小童端着东西过来的时候，轻巧地跳了下去，任由小童用刷子将整个棺材一遍遍地仔细涂抹着，血的腥味很大，两个小童忍不住吐得不成样子。刺眼的阳光下，涂过血的棺材折射出一种诡异的沉重感。要不要把林妮带过去给他妈磕个头？不知道是谁提了句，我奶立刻变了脸色，把他放出来干啥？放出来搅局？你们别忘了，玉娟她亲妈可不是什么好性子。之前你们村那个光棍想打玉娟主意，玉娟一哭，那光棍一家5口连带看门狗一个喘气的都没活下来吧？一提到这事，村里人都不说话了。那你儿子怎么没来？好歹夫妻一场的，我儿得在家看我儿媳妇呢。我也没空管这些女人家的碎嘴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和道士分别出发了。他带着我妈的头和我外婆的棺材往南走，道士则带着另一个棺材往北走。2个小时后，人们带着笑欢欢喜喜地回来了。我颓然地坐在地上，欲哭无泪。一群人像是解决了什么心头大事一样，在院子里吃喝着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奶才给我送了一碗饭，抓紧吃，明天一早咱们还得回去呢。你爸那个粗人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我大孙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身上还穿着那件沾血的围裙。我一看到他，就想到他将红布包着的东西放进棺材的样子，一阵阵地干呕恶心。我不吃，你们害了我妈，会有报应的。不吃拉倒。我奶将饭碗摔在地上，那你就他娘的继续饿着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服气。他重新锁了门，带着笑意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再次黑了下来，院子里面的人三三两两的散了，只剩下我爷、我奶和那群道士。今天的事多亏你帮忙了，过了今夜，玉娟魂飞魄散，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也一边说着，一边将一团熟悉的红纸推了过去。道士没接，师兄，你知道的，我不缺这个。我知道。我也说着，让我奶从屋里拿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，然后挥挥手，让他先回家了。这是当年玉娟他妈藏着的法器。提到那个名字，2个人都有些沉默。我将脑袋贴在木门上，唯恐漏下一句半句的。道士接过东西，看过一圈之后，让小童收好。当年要是师妹识趣点，选择嫁给师兄，起码还能保住一条命。我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仰头又喝了一杯，心跳如擂鼓。我算是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。从他们2个人的只言片语中，我大概推测出来了缘由。我爷、我亲外婆还有这个道士，原来是一门师兄妹。因为我亲外婆天赋高，所以他们的师傅将师门信物传给了他，并且定下了他和我爷的亲事。后来因为一些事，全国打击这些牛鬼蛇神，道馆被砸了，3个人也就流散了。等我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嫉恨让他没了理智，用了一个障眼法，让村里人以为他是不好的东西，将他活埋了。我外婆晚上偷偷祭拜的时候，听到了动静，刨开了坟，就出了快断气的我妈，并且收养了她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发现我亲外婆并没有去投胎，而是一直跟在我妈身后。每次我妈一哭，就会出现保护我妈。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信，这才找到我妈，让她命中注定无子嗣的儿子娶了我妈。果不其然，没过门半年，我妈就怀孕有了我。若不是我奶突然生了癌症，说不定她心心念念的孙子也会有了。电话铃声忽然响起，我也掏出我妈当年给她买的老年机，一摁接通，我奶的哭嚎声透过听筒传来：“她爹，儿子不见了！”我也猛地站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儿子不见了？”小芳也傻了，非说肚子里怀的是个鬼，要把孩子打了，你快回来啊！师兄弟对视一眼，拿起东西就要出院子。没走几步，道士忽然走过来，打开柴房的门，让我跟着一起回去。万一要是有什么，这丫头也能顶点用。我也没说话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良久才点头答应。有车真好啊！我当时背着我妈跑了4、5个小时才到这儿，可现在开着车一路疾驰，也就20多分钟就到了。我奶拉着疯疯癫癫的芳芳阿姨，见着我也跟看到救星一样，她爹，快来看看啊！芳芳阿姨身上穿的还是新婚那晚的睡衣，她的眼神呆滞，头发散乱着，时不时用空着的那只手捶着自己的肚子。当她看到我时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眼神里充满了惊惧：鬼来了！鬼来了！鬼来报仇了！哪来的鬼？这是黎妮呀！我奶哭丧着脸，转头还不忘骂我：没看到你芳芳阿姨怕你吗？抓紧给我滚！说话间，道士已经走到我奶身边，他拿了一个铃铛一样的东西，在芳芳阿姨耳边轻轻敲动着，没多久，他就眼睛一闭，晕死过去了。就是惊吓过度。道士对我也说：先让人送医院吧。我奶也是这么想的，送医院好，正好咱们还能腾出来手找儿子。我爸失踪了，就在爷奶过来的那一天，忽然从家里消失了。
芳芳阿姨一直没有醒过来，那天的事也就无从得知。难道是师妹？也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要真是她，我们2个人都没法站着说话。可那能是谁呢？想不到头绪，我爷干脆要我奶去找一件我爸最近穿的衣服问问路。最近穿的也就只有结婚穿的西装了。剪下一块，用符火烧成粉，我也拿针在我奶的指尖扎出血，滴在水盆中。说来也奇怪，明明就滴了2滴血，可是盆里的水却一下子变得通红。出事了。道士抬头看了我爷一眼，师兄，这是人不在阳世的征兆，要是再问，聚阴太过，可能招来不好的东西。我奶一听这话就傻了，什么叫不在人世？我儿就是出去玩了，怎么能不在人世？我心下一紧，不知道怎么地就想到了那天醒来见到的球状物。难道……不等我继续想，我也已经咬着牙说道：继续。他狠狠地抓起一把元宝烧成的灰丢了进去，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噼里啪啦地涌动着什么，鼓起一个个大血泡。下一刻，水面陡然平静，红色也开始褪去，变成了干净的水。水影绰绰，一个沙哑虚弱的声音传来：妈，你为什么砍我脑袋呀？我好疼啊妈！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！爹，救我呀！这东西咬得我好疼啊！接下来都是含糊不清的惨叫。我奶愣愣地站在一边，忽然仰头惨叫，那叫声太凄苦，倒像是猛兽的嘶吼。我弟儿啊！他举着手一下下地往地上砸，我怎么能砍死我弟儿啊？我也看着我奶，忽然间猛地往车里跑去挖坟。快！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。距离晚上12点还有3-4个小时，一旦过了时间还没有把尸身缝好，重新下葬，魂飞魄散的人就变成我爸了。道士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扯着我就往车里跑。下葬的地方是山里，车上不去。为了节省时间，道士带着童子去挖我爸的尸身，而我也则是带着我去挖头。一到地头，我也拿着锄头一下下狠狠地刨着。我有意拖延时间，装作体力不支的模样，好一会儿才铲一铲子土。我也抽空狠狠地瞪我了一眼，我也只当不知。为了防止当年我外婆偷偷刨坟救我妈的是重演，他们这次下葬比平常还要深个1米左右。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地砸到土上，我也好像不知疲倦一样重复着机械的动作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暗红的棺木终于显露出来。我也跳下去，用锄头的一角想要将棺材撬开，可是他忘记了那上面还有9个订魂钉呢。我爷也想到了这一点，看向我，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和蔼点。黎妮儿，这里面可是你爸爸，你也舍不得你爸爸受苦吧？我笑了，我只是舍不得我妈受苦，我爸又没养过我，我挨揍的时候也没帮过我，他受不受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想上学了？上学？我铲起一铲土，狠狠地冲他撒了下去，大不了我就不上了。等我有机会了，我一定会去报案，抓你们给我妈报仇的。凭什么抓我？就因为土葬？哪条法律规定的不能土葬？我也显然想过了法子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火葬，只是鼓励。我也他们先埋了，就算后来要挖出来火花，我妈已经魂飞魄散过了。凭什么？凭你媳妇砍了你儿子脑袋，这是故意杀人。我也脸色铁青，知道不能靠我，只能自己费力地爬上棺材盖开钉子。他年纪大了，刚刚又费了不少的体力，现在累得气喘吁吁，也没起开一颗钉子。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，几道手电筒的光束照了过来。师兄，我那边弄好，过来帮你了。是那个道士。我心里一急，拿起铲子就往里面铲土，还没铲几下，就被人扯着领口拉到后面。比起我们2个临时拿的工具，道士那边明显装备齐全。没有10分钟，盖子就被打开了。盖子打开的一瞬间，一条黑乎乎的东西直冲着我爷迎面扑过去。是那条蛇，它死死地缠住我爷的脖子，时不时的还咬2口。道士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，才砍掉蛇头，将我爷救了出来。我也顾不得自己刚在生死边缘晃了几圈，第一时间看向棺材里面的人。灯影下，那赫然是一具被咬得面目全非的男尸。太惨了，惨得我忍不住暗喜。道士将准备的线和那个球状物递过去，师兄，还有不到半小时，先把侄子的尸首封上吧。棺材已经来不及准备了，等会儿就直接把那女人的棺材先拿来用。他说的那女人的棺材，显然不是我爸现在躺的这个，而是我外婆的那个。黑狗血难得，当时为了节省，都用在那2个棺材上了，现在反而是帮了他们大忙。我一点头，拿过准备好的针，就着几束光就开始缝合。因为过了3-4天，尸体已经有了难闻的臭味，再加上关在一起的蛇和蜈蚣没有东西吃，只能咬着仅有的肉，因此每一针我也都是边哭边缝。眼看着时间要到了，还差一点就能缝好，可线却用完了。不可能啊！我准备足足2大捆的线啊！道士也急了，你们摸摸自己身上，看还有没有线。一群人赶忙掏兜子翻找，就连我身上都没放过。可这东西又不是日常用品，怎么可能说有就有的？昏暗中，一只修长洁白的手忽然递过去一根线。我爷激动地接过线，将剩下的那边补上。多出的一截线，他尝试用牙咬，却怎么都咬不断，因为太着急，还把自己的嘴角戳破了。
道士看着我也费劲的样子急了，这是哪儿买的线？是从我头发上揪下来的，不好用吗？师兄。带着狡黠的女音从道士身后响起，他吓得两腿颤颤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那些小童看着忽然出现的红衣，吓得嗷呜一声就四散开来。没有了光线，我只能瞪圆了眼睛，试图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可下一刻，我就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抱住了，怀抱很冷，冷得刺骨，可我却忍不住想哭。妈，是你吗？我感觉自己的脑袋被揉了揉，我用力地回抱住她。这一刻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对不起妈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女人似乎是摇了摇头，然后拉过我的手掌，在上面写字。这是我们最后相处那段时间她常用的交流方法，即使是在黑暗里，我也一下子就读懂了那些字。你亲外婆很讨厌你，不要看，她会生气的。我点头，妈，我知道的，我不看。想到之前也说的话，我开口，妈，我也说造杀孽，会不能投胎的。亲外，我是说，如果他杀人了，会有什么影响吗？你这丫头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杀人？女声在我身后响起，她将我妈从我身边扯开，不是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这丫头吗？我妈呜呜了两声，比划着什么。亲外婆态度又缓和了点，你哭什么？妈又没说你什么。你要是担心这丫头，我让小黑跟着她不就行了？黑夜里，我瞧不出来妈的手势，只能听着女人的声音来判断我妈在说什么。每年她生日，我就带你陪她一天不就行了？我当时不是要杀她，就是吓唬吓唬她。再说你不也是扯了她一把，她也没事吗？你要是实在担心她，我现在就把她弄死，咱们带回家一起养，就当多了个宠物成不成？当官？谁告诉法官也是官的？到了最后，女音明显有些无奈了。行行行，你还是跟我先回去上课吧，啥也不知道，怪不得天天被人哄成这样。轻柔的怀抱再次将我笼罩，我又忍不住想哭了。可这一次，我是为了我妈哭的。真好啊，妈妈也有妈妈，也有自己的家了。芳芳阿姨醒的第二天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。她坐小月子的时候，也没忘叮嘱她家里人把新房里面的红包钱拿回来。结果她家里人刚到门口，就见到疯疯癫癫的我奶。我奶的手砸得血肉模糊，甚至能看见骨头，她却好像不知道疼一样，哭着喊着说自己把儿子脑袋砍掉了。到底是做过亲家，那伙人将我奶送到了医院。医生不知道内情，见我奶一直哭喊，干脆报了警。结果警察一查，好家伙，还真的杀人了。只是棺材边除了缝了半截的尸体，还有已经没了呼吸的我爷，吓傻了的道士和瑟瑟发抖的我。我也是被棺材里面的毒蛇毒死的。他要得急，只有毒蛇。卖蛇那人想着是镇压用的，也就没和我爷说。等到警察发现的时候，我爷的尸体已经硬了。我奶因为故意杀人被收押，但因为被签署了谅解书，加上精神有问题，被转送到了精神病院。每天浑浑噩噩的见着人就问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大孙子，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。医院的人都知道他那些事，没事就会故意捅他心窝子。你儿子不是被你砍死了吗？你孙子被你害死了，现在你家就只有你了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奶就会更加疯癫地砸着自己的手。村里那些人和小童也被抓了，理由就是侮辱尸体罪，分别是3个月到3年不等。我和芳芳阿姨商量了一下，将我的户口迁出，她把我妈给我存的5万分给我，家里其余的东西我都放弃。她自然是美滋滋地答应了。村里的自建房虽说不值钱，可也能卖10几万呢，更何况里面的家具都是粗心的。她美滋滋地搬进去，当天夜里就被忽然出现的满墙写手印吓到了，连滚带爬地逃出去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9月，我带着那5万块钱和录取通知书，抱着亲外婆送给我的小黑，坐上了北上的车。车窗外，树木在一一后退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一身红衣的妈妈站在山上冲我摆手，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。我知道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，而我们也终会在未来再见。